大家好，我是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直播啊。不好意思，老师今天的镜头啊突然产生了故障，说赶快用我笔电镜头，可能没有那么好啊，就大家多包涵一下，好吗？那首先说啊，我们明天大概就是我们的岁末点灯，还有我们P6年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错过了，我们明年再相会吧。我们明年再相会了哈，因为明天开始老师就要开始非常忙了哈。那这一次说。希望各位明天我们在中午或者中午吧，希望各位中午之前你把它报好，不然的话呢，老师诊疗关闭了，要专心做书文了，因为这次书文比较多一点，老师一个一个去核对啊，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在明天中午之前把它报好。那流年也是一样因为接下来大家也要忙了嘛各位大家已经准备要过年了，所以说希望大家能够帮忙一下都只要过去。那我们这个礼拜其实发生很多事情其实首先要知道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民众党他在选举很多人问说老师那个蔡壁如会上还是那个什么黄国昌会上其实那不重要他选的都已经是过完年了，我们过完年再去看那就可以了，好吗？那这样首先来看我们最大比较大的问题就在于是什么呢？我们的 TikTok 这个事情蛮有趣的，你知道吗？这个抖音这件事情本来就是这个拜登他卸任之前就把抖音给禁了，他也没打算延后。为什么呢？其实我们知道这次特朗普老先生就川普他这次能够胜选其实跟抖音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就他 TikTok 他的一个宣传的铺天盖地让获得了这些年轻人很大的共鸣，所以呢，他这次其实是获得很多抖音的支持。那么他自己也讲，我没有理由去禁止抖音他自己的特色是这样。但是呢，只要是对方喜欢的呢，就是我要去除的对象。所以说拜登他没有去停止这些禁令或是没有做任何事情，等大概1月20嘛，我们那个川普老先生上任之后，再看他有没有去改变。但是呢，这个事情就比较有趣了。第一个部分。当时他在那个跟抖音之间有关系，要产生一些纠纷的时候老师就跟直播上跟大家说，美国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美国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抖音变成自己的公司去经营，无论是你指派的一些企业家去经营抖音，或是你入股进去可以分享什么？分享抖音的里面的一些技术，分享他们的 know how， 还有做他们一些的监管都可以做到，因为你的股东进去了嘛，所以说。当时在中国很弱势的状况之下，你说我要求抖音你可以由新加坡管，但是呢，我美国要入股至少30%甚至是35%。那么这样状况之下，其实美国就可以监管，而且呢，对他们有绝对直接性的好处当时呢，他们可能没看老师节目吧，就没有做这件事情。所以到后面你现在去进的时候，中国的国力在这几年里面已经大幅的增长。所以不要看中国现在经济不好其实这几年他们的国力增长速度之快其实是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件事情。所以说你现在再去说我现在要让你从那个字节跳动里面剥离出来那你要卖给美国的公司，那现在呢就发生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中国也是很贼，你知道吗？他们自己去看如果说把 TikTok 关掉之后，那么美国的网民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呢，大家全部跑到小红书里面去了。跑到小红书里面就产生了什么？中美网友开始对战这个事情就是最近陈老师观察起来蛮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我相信在美国或是在中国，很多人不希望这个事情的发生。为什么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呢？就变成什么样？就变成你要去做这个什么关于这些留学啦，或者是你要去做这些移民或是你要去做一些走线这些偷渡的这些生意的人他就没有办法去很顺利的去洗脑这些。在中国的百姓，因为那美国人自己就过来说，开玩笑，你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对不对？我们的收入，我们的一些税法，不是你们这些所谓的中介是跟你讲的那样。那产生两边去对仗的严重之后你未来在中国，你还想再去经营这些移民，其实还是可以啦这是变正规移民。那么你念书也是可以，那正规的就投入去做，但是你要去做走线的，或者是说你要去别人去做一些。比较去营造梦想，说你去那边刷盘子刷3个月可以买大 house， 住上别墅这种事情，可能就没有办法成真了。就是对这些走非法途径的人其实是一个当头棒喝，你就没办法去诈骗你自己。说真的是诈骗诈骗你自己的百姓诈骗你自己的同胞，去帮你填账。因为说实在老师做这个行业做了10几年，其实很多状况是怎么样的？这个无论是在哪里都是老桥吃新桥这个状况是很多的。意思就是他过去他在美国他可能过得不是非常好。因为你有能力的人去哪里都是有能力，你都是可以混很好。没有能力的人，你换一个国家，你也不会混得更好，而且你一定会降维。就是说你在你自己的国家可能是高级打工仔，对不对？你可能是一个经理，但是你去到了其他国家，那你了不起，你就做一个店员
这是直接降级的，各位懂老师意思吗？那如果你本身就只能做店员，你只能做外卖的，你去到那个地方，你也只能再降为一次。变成是说你只能触犯劳力最多是刷碗你要做外送可能也不是这么多可以做的，因为你必须实名认证，那么你本身没有工卡，你也不能去跑这些外送，你只能借别人的账号。那其实在美国也有很多的老乔也是很厉害，怎么样呢？我借你这个账号，但是呢，当你把那个速度跑起来之后，要么我就去跟你多要求这个佣金，本来你可能一天可以赚200块。那么我跟你洽局是40块美元，那你账号做起来了，你有那些星等了趟数起来了，那我就被你变100块，那你再趟数再起来了，那我直接把你账号收回来，我不给你用了。所以是说现在这个状况就是老乔吃新乔，那你就是后面的吃越多，那你前面才活得下去。其实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啊。那很多人也会说，老师你不是这样子，美国华侨没有那么坏。对，你们在那边很久的20-30年的，你们都是善良的人，因为你们经历了风霜雪雨，而且赶上了美国的好时代，所以是说你们当然是过得很不错。但是你要知道，近10年过去的，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太好的下场。我说10年，近10年光近10年就可以了，我们没有必要说太远。但是再早以前的，你可能就过得真的不错。所以说，现在美国网友在了小红书上面呢，在对账之后其实就这个势不可挡。那么中国真的为什么他很鸡贼的？就是他直接在美国的 TikTok， 他不用你去关闭，他直接给你黑屏。之前老师有说过，说你只是不能下载，你还是可以使用。厉害的是什么呢？抖音那个 TikTok 字节跳动，直接把你关闭，不让你使用，是拒绝你使用，你知道吗？现在不是你美国政府要不要让 TikTok 继续延续下去，而是 TikTok 自己把 server 关闭了。在美国人是完全打开也是一片黑，就是没办法去使用了。就没法再去使用了。那么这个状况之下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他们会尽可能的去找替代的一些软件当然也有人回到 YouTube 的 Shop 里面，或者是什么，或者还一样都跑去小红书里面，因为小红书这个东西现在在美国的一些网络界里面是有一些很多人去评论，包括 YouTube 上面也有很多的说引发别人好奇状况之下，会拼命的去下载，拼命的去注册，那么也会拼命的看到中国境内的一些状况。这个事情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老师有在注意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其实上海他们不是上海，而是说在中国政府他要准备开放一些的沿海城市他去怎么样来去开放长城的缺口，也就是说呢，让他们可以访问外网。那现在只是一个意见出来就是说有一些做商贸的，或是做一些特殊行业的，那么让你们可以不用怎么样。不用是在被长城系统拦住，你可以直接访问外网。其实这个东西只差一个官方的要不要点头的问题，因为事实上中国你真的要拜访外网，其实方法多的是就像老师现在去中国，我不大需要用到看到国际漫游了。为什么？因为就有一些粉丝朋友告诉老师，这个牌子不错，那个牌子不错，我现在去中国就完完全全的可以使用，是手机直播都没什么问题。所以这个方法一直有，只是有没有办法官方去看。但是在这个状况之下，当外国人不断的去注册小红书了之后，那么老师觉得可能未来1年之内中国可能就会开始从一些一线城市开始开放把长城缺口打开，让大家可以拜访外网。那拜访外网之后呢，那百姓会不会因此民心躁动呢？其实也不会了。说实在的，现在的00后聪明的要命，你要去煽动他还没这么容易，还蛮难的，还没那么容易。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是说，你现在中美他们在交换意见之后这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去注意的，其实对美国的统治会产生的一个问题。讲到这个之前各位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标题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标题叫做 Mandarin。Mandarin 基本上就是一般来讲，我们是做在英文里面的普通话，就是讲的是讲中文Mandarin。各位你有没有知道 Mandarin 它这个字义在哪里出现呢？各位有没有想过？普通话不是 Chinese traditional 或 Chinese 那个什么 Simply， 不是，就是 Mandarin。这 Mandarin 它这个形容这个中文它其实是一个由来的。这个老师跟各位讲个小故事。这个 Mandarin 其实基本上是在清朝的时候，大家互相去交流的时候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形容词，就是形容你在讲中文的人。那这个里面它为什么用 Mandarin 呢？它其实是有一个词所引申出来的。比如说当时在李鸿章或其他的清朝的官员你去拜访美国他们去交流的时候就衍生出来。这个清朝官员来讲的话，就是 Mandarin 它的意思就是满大人。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满大人，因为清朝是满人所治理的朝代满人才是主子嘛，汉人就是奴才嘛，所以满大人就是 Mandarin。所以说呢，你是一个清朝的满族所统治的大官来，那么我们尊重你满这个字，然后呢，大人也把你保留了。他们知不知道大人的意思？当然也是知道。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在真正的一战或二战之前清朝的状况之下。各国在那个庚子拳乱之前都还是尽量去
尊重什么中国它本身的就大清朝本身的主权完整的独立性啊，只是希望是说我们可以互相交流的好。所以这个东西方啊交流并不是一开始就以仇恨开始的，我们只是关注在近代史的话，我们就发现好像都是仇恨开始，因为战乱嘛，侵略者。但实际上啊，他们基本上一开始还是希望，无论是从马格尔尼时代，或是更早的时候，都是希望能够友好的交流。就说满大人 Mandarin 到现在变成你讲中文的人。而当时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啊，在近代这个在战争的状况之下，我们的清朝大臣李鸿章啊，他也去过美国。他去美国的时候啊，就看到是清朝还在点煤油，还在掌柜跟小二的状况之下，美国已经有了华尔街，美国还有高楼大厦，有地铁。有一些电器是非常的发达，所以说我们发现一件事啊，当这个外出的这些清朝官员回来之后啊，他通常变得比较孬，就是我不晓得怎么样去让慈禧太后你满意，但是呢，我知道我已经不是人家的对手了，所以到后面为什么会有一些丧权辱国的一些合约啊，其实都是这些官员已经知道我们无论如何我们都敌不过对方，所以说我除了签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外，我基本上我没办法继续守住我们国家的底线。说在历史上看很多面镜子来看啊，其实有些时候啊，真的是历史发展是不得已的状态。所以在现在这个状态啊，即使之前有谈到是说北京可能让马斯克去收购这个抖音，让他来经营大家合作，那现在也不用了，我直接给你关闭。你要看你就来看小红书，看了小红书之后，那么以后特朗普他自己的特立独行的这些民粹煽动方式就没有这么容易可以让美国百姓所接受。为什么？因为思维跟舆论它是一个像传染性的疾病一样，它会不断的在内部开始蔓延。因为我知道你所不知道的时候，那就被形容说我不知道那个人，他就觉得不甘心。那么我自己亲眼去看看行不行？说中国他从之前的是说让你一个144个小时免签，然后呢就开放越来越多国家，也包含了韩国韩国他上次看到一个 YouTube 蛮有意思的，怎么样呢？韩国大妈要去中国，她怕的是说中国太落后，她没有饭吃，结果呢她备一大堆泡菜，然后进中国，这样才怕自己才有饭吃啊，因为他们泡菜是他们的国宴良品嘛。所以说现在在上海啊，据说老师上海的一些粉丝朋友，你们看到很多的韩国人在周末假日的时候都会去看，说开放这个免签，让世界各国人去看看中国的发展。现在呢，又直接我掐断了，我本来跟你是让你可以去使用的 TikTok 当然其他国家是可以，就是美国不行嘛。然后呢，让你注册小红书，把这个中国的思潮跟言论逆着回到了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去看。当然。两个国家彼此之间都有各自的长处跟优势。我们不是说美国都是劣势，中国都是优势，没有这个目前在整体国力来看呢，美国还是占了优势的，这个是现实。但是百姓的生活跟他们自己思潮的交流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川普在治理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件事，就是说他对于这些税务或是对于其他的一些比较强硬的措施要去施行的时候，这里就会产生了阻力。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因为特朗普他现在他立志，他希望能够上任的时候就是明天嘛，他要成立一个对外的税务局，负责征收来自外国关税和收入他也可能会重启尼克森时期的紧急状态，来去全面征收这进口的关税。这个是他一贯的主张，过去也受到很大的支持。但是你在这个小红书已经打开的状况之下，如果美国人知道我这些东西产自中国就这么样的低廉的价格，然后特朗普你征完关税之后，居然是我要去为你的关税去买单，那么请问一下，你做这件事情合乎道理来看吗？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变成是说，你现在要加征关税，那么特朗普你给你自己百姓所承诺的这些关税战的方式，就有可能在过一段时间之后，它不被你的百姓所接受，因为生活负担这个事情是很现实的一个事情。我买东西购买力下降，其实在老师在台湾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赚一样的收入，但是我们的这些可买的东西变少了。那老师也有一些做摊贩的，也有一些做一些运输业的朋友。也是一样运输量下降，或者是你的一些购买一些百货商品也是下降的下降大概30%这其实是远高于我们的一个通货膨胀的额度。为什么？因为通膨它只能反映一个均值，但是我们实际上能够购买的东西已经变少了就包含你要吃一个快餐它价格都已经比正常还能贵了这个是蛮糟糕的。
所以是说现在特朗普想做这件事情，他可能实行，但是他没办法支撑太久，因为你的百姓会对你产生很不好的民调。而特朗普他又蛮重视百姓的声音的，我们不能不说啊，特朗普他其实是比较关心民意的一个总统。他也适合煽动民意，但是他还是很注重民意。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个生意人，生意人是很重要的什么？生意人注重的就是消费者体验，消费者心情好了啊，那他才会跟我买东西嘛，对不对？其实赚钱事情有没有很简单？赚钱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是什么？我把我自己会的东西来跟我有的东西来提供给你，而且它是你需要的，那么你就把钱给我。对不对？这是很合适的一个事情。有人喜欢玩，那我就开赌场给你嘛。说那个特朗普他有个泰姬玛哈，不过已经破产了啊，要重组了，应该重组起来了。或者他有些高尔夫球场啊也破产了啊，后来也重组起来了哦，等等之类的生意啊。特朗普他没有各位想象那么会做生意啊，他大概一半以上的产业都是破产的啊。经营开始都很轰轰烈烈，但是后来就做破产的，就是他要去不断去测试，但是他在当第二任总统的时候，他认为他可以继续他之前未尽之事宜，但是时代已经变了，他现在去做对他来讲就是伤害。所以说我们预测啊，特朗普他大概只能好个1年半载，1年或半载啊，好不好？不是1年半哈，是1年或半载。他的声望还可以维持，但那之后美国将会江河日下，因为特朗普他没有办法继续维持着关税战，而他又没有办法用出更好的方法向中国低头，那么他的贸易就陷入死水。尼克森他为大家争取关税之后，那后面又有胡佛，那很多事情让美国的一些经济危机就会出现。所以说啊，像特朗普他也希望把加拿大变成他第51州，他或是说给加拿大增加了关税。那加拿大现在也有反制，加拿大现在也计划对美国的一些价值1500亿加元的商品啊，来做一个客关税的状态。所以说就开始怎么样七伤拳，互相的伤害，彼此伤害之后，看他能不能是说找出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法，但是很难了，因为杜鲁道他已经被斗下来了，所以你后面是很难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川普的关税政策，很多人说他既然已经拿定主意，他要升级起来，对全世界只要能课关税的，他都课，他不管你是谁都课关税，没有所谓的朋友，是朋友我课你少一点，不是朋友我课你多一点，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好的方法。那么这样子状况，当然我们可以知道，美国的物价狂飙，那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这个不是可能会发生，那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任何人做这件事情，他国内的物价都会狂飙啊，这个没有办法啊，这个是谁都是一样的事情。因为你需要的是一个低阶的一些工业品，但是低阶工业品已经被你涨价涨这么高，那么你百姓拿到手上的时候，就是2倍3倍的一个价格了。所以就有人说，美国的经济衰退将会开始袭来。那有人说，老师他之前这么做，你说要这个经济崩下来也没崩啊，股市还继续往上涨啊。这个东西啊，我们就要去理解一件事情：股市往上涨跟百姓过得好那是2回事情啊。比如是说我们现在台湾的股市吧，22000多点吧，我记得好像是这样。但是百姓的生活有比5年前过得更好吗？这实际上有人说啊，那是你过不好，没有，大家其实过得都没有这么好。你会说我没有觉得过不好啊，那可能你有政治意识、政治形态，或者是你赚的比以前更多，还是会有，不能说大家都一样均平嘛，还是会有人赚得更好。但实际上来讲，你整个购买力一定是下降的，因为物价一定都上升了，是不是？加蛋不是加5块，加蛋加5块，不是加蛋加10块。你现在要妈妈10块多10块过来我才能加蛋啊，不是以前加5块就可以，再加10块了。那请问一下，过去加蛋加5块，现在加蛋加10块，你是不是通膨？这个蛋的通膨变了1倍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去买蛋我跟金磊老师昨天去买蛋，看到一个买到哇，这块蛋多少钱？46块，是不是？金磊老师，昨天蛋多少钱？44块，对，我们这惊为天人啊，你知道吗？前几年前44块的蛋不怎么样，现在44块的蛋惊为天人了，但是比较小粒了。是不是？但是我买蛋，我可能买到50-60块啊，比如说某联啊那些，或是某润发，它可能就是50-60块的蛋了，是不是？因为它涨价了，涨价怎么办呢？没办法，对不对？党要赚了啊，不是党要赚了，我乱讲的，我做梦梦到的啊，党没有要赚了。所以这种报复性的一个贸易战会让整个欧美的一个局势变差。为什么欧美局势呢？因为欧洲跟美国的依存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不能说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依存度是不高，但是欧美它本身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2战之后的利益共同体，他们共同去吸收了来自于这个亚洲或者非洲的地方所产生出来的经济价值，无论是你的农产品，无论是你的能源无论是你的一些其他的一些人力资源。但是现在的状况之下就不一样了，所以说他们必须更依存的更好的状况之下，他们才能够过得更好。但是问题就是特朗普的关税人状况，一定是无论是谁，我都要去怎么样增加你的关税，甚至呢我还要攻占你格陵兰的土地，对不对？不要说攻占了，当然操作让他公投或什么事情都是一个模式。
是不是？说你格陵兰的问题，或是你的这个未来可能会不会有连带引发北爱尔兰的问题，或者是说你在这个蒙古之间的一些交易上的问题，好，它都会有一些很大的变化。所以川普他做的关税也包含了什么？也包含了汽车的关税。他们汽车关税需要增加25%，那这个对于美国的汽车产业也不好。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现在电动车是不可逆的，对不对？你只能让它缓慢成长，但是油车跟电车来讲，一定是电车逐步的去占有市场率。但是你要让这些汽车，那它要有这个对世界各地去销售要有竞争力，首先就是你要有电池。电车嘛，你一定要有电池。那电池又是谁的呢？电池又是中国的，中国制的最便宜。为什么呢？它不但便宜，续航力还久啊。就是说，像宁德时代，它的续航力可以到达600公里，但是美国当地做的电池只有400公里。你不要说啊，400公里跟600公里啊，我当然是要买美国制会比较好，也没有比较好，因为当你开车的时候，你就很容易会有电池焦虑。而且宁德时代它是通过了测试，它是怎么样呢？是可以比较耐高温跟低温的状况。它都可以去适应啊，它的维持度是比较高。当然，有的也会有抬杠的说啊，老师，你看那个中国很多的一些汽车案例啊，是不是啊？那也没那么高啊。当然了，有的没那么高，有的有那么高了。我们不能拿个案去当通案嘛，这是一个事实。然后老师被这些杠精有时候杠的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想。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看到了是说，川普啊，他现在即将上任总统了，也包含他自己的官司啊，比如说他的烽火费的官司啊，法官直接告诉他，你有罪，但是呢无条件释放啊，而且法官还得祝他第二任一帆风顺。有罪，但是你无罪释放啊，当然是因为总统豁免权的关系，所以说即使他还没上任，上任你也得把他放出来，因为他已经当选了嘛，他是后任的总统。所以说呢，这个状况之下就变成美国，它一定会在这个川普任期里面呢，变成一个非常混乱的国家啊，这个绝对不会有意外。特朗普上来好半年、1年或半载啊，半载就是半年啊，不可能更长。美国会陷入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包含它的经济跟它的一个债务，还有他们自己的贸易，都会变成很大的混乱。所以说，如果你是把全心全力在美国去生活的，你一定要注意什么？注意给自己找备胎。就是说你有没有可能去其他地方生活啊，或者是说你尽量可能的去储备你的现金，因为只有现金才能让你去维持你自己的生活不变，因为你每天还有房屋税，还有保险，对不对？你还有生活费高涨，很多的钱都是要去支出的。说最好的方法还是保存现金啊，小心你这个金融风暴的会产生，这个是个很重要的状况。而在美国这个状态之下，我们也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马斯克啊，他也变成什么，他去做一个对德国的一些拜访，但是呢，大家对他现在很感冒。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是说，你是不是要来影响欧洲的政治啊？所以说英国政府也开始追踪马斯克的推文，来看他是不是要去煽动我们的一些什么国内的变化或是一些暴力的活动啊。其实马斯克要让煽动别人的活动或者暴力啊，我觉得这个是不至于的，但是他的一个想法一定会变得比较复杂哦。各位请稍后一下，老师把那个钉钉关掉一下哦。这怎么关呢？啊，不关了。所以说我们在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去了解，是说现在美国它的整个变迁会变得非常的动荡，非常的大。如果你生意都压在美国，或是你有跟美国做生意的，你要小心自己的一个风险安排，不然你后面会变得一个很难去掌握的问题，好吗？好，我们看各位什么问题哈？加蛋要15块了啊？没有啦，我也在大安区啦，我加蛋还是10块了，你可能比较贵的地方。不要替人下操，中间生意没了，不要替人下操心一下嘛，对不对？大家同胞，大清庄户这样没办法哈。川普有没有可能跟中国改善关系，降低关税？降低是一定得降低的，他一定会想办法降低，但是他降低一定要找回场子，他怎么找回场子？他一定要作乱，比如说拿台湾、拿南海这些地方来作乱，不然的话，他降低实在是没有空间啊，没有空间。他如果是要把他自己的一个增加关税跟中国敌对这件事情拉高一个层次的话，那么他必须要把台湾送到中国口袋里面，然后把中国去落在他的自己的说你是一个侵略者，那就可以去光明正大去抵制他。好，这个是必须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各位去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特朗普他要上台了，但是他跟习近平是有通电话的，但是他没有跟台湾通电话，你懂我意思吗？那公开消息来看的话，特朗普他就是川普老先生，他是跟习近平有通电话的，意思就是他已经准备好跟中国去做一些沟通或是交易。
无论是什么啦，不一定是台湾啦，但是他一定要跟他去谈。所以中国也派了高官去参加特朗普的一个就职典礼，但是我们的立法院长韩国瑜有没有办法受邀去呢？也没办法。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其实我们就会发现，特朗普他已经把我们台湾变成他的筹码之一，而是他什么时候要把我们交易出去的问题。如果今天他特别去跟大陆去做一些交易，或是做一些抗衡的话，那么他一定要先把台湾拱起来啊！我让你韩国瑜来，我让你萧美琴来，那这个事情就变成特使状况之下，就让你台湾跟中国的特使相看两讨厌。那么这个时候你们就有纠纷他就可以操作，对不对？甚至他下任之后，酒会那边直接故意讲给中国听啊，我要卖给你们的军售啊，我立刻出货。这些都是办法啊，真的很多办法，但是问题是台面上没有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不是怎么样，他现在要去跟中国抗衡的方法，只是我们是可以卖给中国的一项货物，所以他现在的交易方法是一件蛮可怕的地方，好吗？好，谢谢大家哈，加蛋多买15块，我是真的是加10块啦，我在大安区啊，中华东那边是加90块，一个你加15块吧。老师竟然开了钉钉是我开了钉钉2029年台海统一的机会何时？那个之前吧，我觉得反正我前那个什么前5年，2024年前5年跟后5年嘛，前5年没戏了嘛，我们看后5年好不好？后4年了，因为2024过了，我们派出韩正去韩正韩正的位置不够了，好吧，位置不够。好，那我们继续下去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欧洲它现在也要开始去选边站，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开始像这个英国的财相他也开始拜访北京为什么呢？因为他想重启英中的经济跟财务的对话。因为你财务大臣去那跟中国去谈一些投资合作或是其他的，怎么样想办法去媾和的这个叫做天风媾嘛，你要去媾和，彼此要得到彼此的利益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人去特使去谈。但所以说英国财相他在1月11号的时候就讲过，不跟中国打交道绝非英国政府的选项。英国它毕竟是美国的宗主国，它现在是属于小弟的状况那个央格鲁中亲会嘛，对不对？那个老大哥你已经没有势力了，现在是二哥当道。二哥是谁？二哥是美国嘛，那3哥加拿大嘛，那4哥就是澳洲嘛，对不对？4弟是澳洲，澳洲永远是最小那个。所以说他现在就是说这个机制他们是台面上是说要开始重启2019年因新冠疫情中断的对话，那这个其实这是台面上的话，实际的事情是这个时间刚好是特朗普要上来了，也就是川普老先生要上来了。他既然要上来了，那么当然他一定得要想办法是说自保。所以说英国他既然脱欧之后他其实损失的比他得到的还来得多，因为他没有办法成为欧洲的经济中心，他就变成我自己的经济，然后我跟其他人谈 FTA 这个之前前首相强生搞的鬼嘛，跟其他的国家谈了 FTA， 然后继续的贸易，但是这是两回事。英国本来就是应该是欧洲的金融中心，但是你现在把这个东西变成法兰克福变成德国那边要去做的事情，那么对英国来讲肯定是损失很大的，因为你钱流出去了，那么你手上的筹码变少了，你要说你可以做得很好，那很难。所以我们看到英国脱欧之后它国内的经济一直都很差通膨很高，然后经济很差，日子也过得很难过。然后只有伦敦它本身的房价很高之外，其他日子是不好过的，甚至还有伯明翰之类的城市开始产生了破产。这都是它有连带性的原因，所以说呢，你的民族主义讲得过头的时候都会反噬其果。无论是英国，无论是日本，无论是韩国，无论是中国或是台湾，都是一样。你越讲民族主义你越会出事，好吗？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最近也有传出来是什么？华裔科学家他也怎么样，也开始要去离开美国，要回到中国来。但是呢，这个东西也只是一个什么？也只是一个被逼无奈的，因为他应该已经归附美国了，变美国人了。他现在回到中国来，那也可能是因为2018年这个川普他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造成了他没办法继续去做研究或者没办法生活，这也是一个道理。但这个他回来的人多不多？回来的人是很多的。老师的贵客就很多人是很多的一些高精尖的一些学者或是一些有专长的专家也询问过老师要不要回来，但是老师给出来的卦不是每个都是要回来的，还是有一些你还是适合在当地的，也是有了。因为老师在做这个咨询的时候还是依照中立原则，而不是我个人的思想原则，而是中立原则，补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我就跟你讲是什么那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中国过去的人也很多过去了然后这发誓再也不回来，宁愿在那个地下道捡垃圾，他也不回到中国的人有没有？也是有。
所以人才他会找到自己该来的地方，他既然是人才，他无论在哪里他都是人才，我们就不用替他担心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自己不要走错地方，未来的世界一定是讲中文的世界啊，所以是说我们看到了俄罗斯，我们看到了一些中东地方很多的一些国家啊，很多一些贵族学校或者是非常高精阶的地方，他们都要求啊，你不但要会英文，而且你还要会中文。不然你以后没有办法进入中国的世界去跟他们好好去沟通，而且包含到我们回头看一下我们的历史，在清朝啊，大清朝我们有看到五口通商啊，还有一些在广州的，比如说一些特别开放的这些口岸。那来做生意的这些外国人，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还是各个地方的国家的人，他跟中国做生意啊，派出来的这些商船的这些人啊，很多都是会讲中文的，除了水手之外，那些比较高的干部啊，都是会讲中文的，因为他要直接的去跟商人，直接的要去跟这些官员去做尔虞我诈的谈判，所以说你必须要会对方的语言，你才能够知道对方讲的是不是真的这个意思，因为双面间谍还是会有，包含在翻译里面还是会有，所以说啊，现在在学中文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成为一些特定的学校，或是变成一些官方的要求，就是你一定要学会中文。所以说 Mandarin 这些事情，满大的这个语文啊，它必然会在未来的10年成为世界的一个显学。说这样原因是不是就可以不念英文？不是的，不是这样讲不是这个意思哦。我只是说未来中文是一个很重要的，那英文也是很重要，这两个东西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趋势，所以说你不需要一直往欧美的地方去抢位置。现在你要抢的位置一定是在东协，东协是绝对未来发展的一个必要。而讲到东协这个事情啊，我们就必须去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之前的王兴这个案例。王兴这个案例啊，就是说他被骗到泰国去，然后直接把他转运到妙瓦底这个地方。那么这个事情啊，很多人说中国不是说他们有战狼吗？为什么都还没有去做？因为最近老师真的很忙，没办法开个临时的小节目。但是老师这边跟各位讲，这个所谓的这些诈骗集团妙瓦底的，很多人就说现在不但是说肆无忌惮啊，也不怕你中国政府，甚至呢他还要怎么样？还要扩建他的一个诈骗集团的园区。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呢，其实这些人，我觉得他如果看老师直播的话，你真的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你现在因为王兴这件事情呢，他所对于东协来讲是一个共同性的伤害。它不是只伤害泰国，也不是只伤害缅甸。缅甸已经死猪不怕开水烫，你怎么弄它，它都这样了，到底了，它不怕了。我这已经就这样了，对不对？反正那边也不是我管的，妙瓦底不是缅甸可以管，它虽然是缅甸地区，但是呢，基本上是地方的军政府在去管理的，所以缅甸它也没办法，我就这样了。那泰国它里面有没有参与的？一定有。当然，他有人说是中国人骗中国人。那是你知道中国人骗中国人，那些所谓的园区，它还有各个国家都会有，就像英国嘛，之前老师跟各位谈过这个小故事，英国现在就研究出一个 AI 怎么样的，一个老太太专门去消耗那些诈骗集团的那些电话时间。对不对？这个可以上 Google 去找，或是在 YouTube 上都找到他们的 AI 去帮他去拦截这个诈骗集团。所以说诈骗是不分国籍的，只是我们身在华语文世界，我们认为说这个一定是在中国人骗中国人才有的，其他国家没有英语系的、葡萄牙语系的，只要你有钱你都会被骗。诈骗集团就是这样。但是这个王兴的问题的关键是动到了东协集团的整体利益，因为你不是只有泰国，你已经没有办法去迎接到中国新年的客户了，你也包含越南、马来西亚也遭了池鱼之殃。你不是只有中国人不去，台湾的很多团也是取消的，各位可以上网去 Google 看就知道，台湾很多去泰国团也取消了。所以你这个一动，是动到那些国家他们的观光的大蛋糕，而这些国家东协的国家。观光资源对他们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甚至高达 GDP 20%到25%以上，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高度的影响。那么你让中国这些傻逼们、这些有钱人，不去他们国家去旅游，不去他们国家去投资，不去他们国家去经商，那么对他们来讲是直接的伤害。你碰到别人直接的伤害，你可以杀他爸，你可以砍他妈，但是你不能让他没钱赚。对不对？这个杀父之仇还不急于什么？不急于是你夺人财路啊，对不对？断人财路才叫重要。所以说也包含了马来西亚跟其他国家都会连带的受到这些中国旅行团或者华人旅行团，甚至日本、韩国他们都会觉得要小心一点，也都不去。所以说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老师认为现在的目前他们所没有再去做动作状况之下，老师估计他是在调兵遣将应该是在
2月份，或者应该是2月份，现在2月份是正月嘛，应该3月份或4月份，2月底，然后开始到3月份、4月份，应该会有比较大的去针对这个诈骗园区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军事的经略啊，军事的去处理。为什么？因为这些国家一定会跟中国配合啊，派遣特种部队各自的去乔装一下，直接攻进这些园区，直接把那些人一锅端。因为你不打出一个像样的仗，这些国家其他产业全部都会被你什么牵连到啊，都会被你牵连到。那如果被牵连到，你诈骗集团你自己赚饱饱的，你跟军政府赚饱饱的，你也别忘记泰国也他妈也是军政府啊，是不是？不是只有你地方的武装势力是军政府啊，是不是？你其他国家，泰国也是军政府，缅甸也是军政府，是不是？其他国家也会被弄到利益蛋糕的时候，我们各自派一些资源过去，就帮你打掩护，直接把你妙瓦底攻掉，有没有可能？可能。为什么？因为把妙瓦底的诈骗集团端掉的状况之下，缅甸的军政府是不是给顺势收回妙瓦底的他的统治权？所以现在这些诈骗集团，我觉得他没有看到老师的节目的话，他就糟糕了。为什么？因为你会被斩草除根。不要说这会流放到其他地方去，流到其他地方去其实要去处理诈骗集团，只是要做跟不做。比如是说，你的电话可能打进中国的电话就可以要求你必须实名制，或是你必须要在你的电信公司有什么样的条件。未来你再用那些没有记名的 SIM 卡是不是可以？未来可能就不行了。比如说，中国有些他们的一些公安跟解放军去破获了一些诈骗集团在中国境内的窝点，他们找出了多少个门号？记得好像是说到8万多门号吧，8万多个 SIM 卡的门号，是不是？那你有这个8万多门的门号，你当然可以骗到很多的人。所以说，未来他们一定会针对这个通讯安全会采取比较严厉的一个措施。这就是你在你母国，你必须要实名认证，或是等等之类有线电话之类的，你可能才能够打。这些事情可能我们未来可以看到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在这个东协的国家，虽然未来很可以去投资但现在小心一点，你必须等到了什么？你必须等到了中国把这些跟其他国家彻底的把这些毒瘤把它给挖起来，那么你这个事情才能够得到善解。不然的话，大家不去观光，不去旅游，那么这个事情是不行的。你不能只指望是说你就欧洲或是美国的人去这些东南亚旅游，因为他们去东南亚是长途跋涉。而且他们的整个环境跟他们饮食习惯不见得是和当地的一些能够接待的容量也是有限，就接待这些外国人也是有限，所以是说他们需要是就近来来花钱就走，来花钱就走，来花钱就走的。毕竟欧美人很多人是穷游，他来了贡献钱的一个幅度不会比这些华人来的高这个事情是可以去理解的事情。所以说，你说泰国会不会是说因此就是说就继续放任这些军政府跟那些诈骗集团勾结一定会放任，但是呢，你放任不了太久，因为你动到的是王室的蛋糕，因为你整个观光旅游不好，你最终还是会动到王室的蛋糕。那你让泰王不开心，他就让你全家不开心，很简单，他比慈禧太后还要狠，他真的是可以要你命的，好吗？而未来在除了是说欧美之外东协东协这些我们要去经营，但经营需要时间不是这么的快，只是说未来整个世界的发展一定从中国去带出来这些东协国家、非洲国家，它会一个非常长红的状态，而在欧美它一定是衰落下去的，这个是历史的必然。50年河东，50年河西，这个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争议的，这个就是一个循环了，没有什么太让人家觉得说这个一定是很恐怖的原因没有。至于今年年中的，老师觉得今年年中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到底什么事情，老师实在是没办法跟各位去讲只能是说各位小心一点吧，好不好？突然想到这个问题，因为平常老师实在没办法回答你这个问题，我这边统一回答。那个乌云我没办法避免，但是呢，该发生的它一定会发生，应该是蛮重大的一些灾害这应该是会有的。怎么办？买保险呗。是不是该买保险买保险？你该买房屋险买房屋险，该买意外险，该买什么险你就买一买呗，反正花不了多少钱，保个命也好。而我们刚刚看到是说，中国刚才跟东协会有关系之外，中国对非洲地方它还是会有些经略，比如是说中国跟奈及利亚的铁路项目提供了2.55亿美元的一些开发，就是说帮奈及利亚那边去盖铁路。奈及利亚那边人缺的是铁路吗？当然不是他们的教育也缺，什么都缺他们什么都不缺，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很多，但是就是一些习惯不好的观念不好的，还有是在算是一个未开化的国家的地方的人是比较多的。那么你开的铁路怎么样呢？开的铁路其实这跟我们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是一致的，但毛泽东的想法也是一致的，就是人要富先修路嘛，你有路了，你代表你资源可以互换，你资源可以互换了，那么你的一些
谋生的一些器具就变多了，谋生的机会也变多了，那你发达的机会也会变多。所以说，无论是铁路或者是网络啊，都是这个样子的。所以现在中美之间呢，他们产生了这个没有办法、没有沟通障碍的网络的时候啊，这个对两国之间，一边的中国会觉得说，原来美国是这个样子，美国又觉得原来中国是这样子。长期而言，这都是好事；短期而言，对于美国的统治一定会产生问题的。就像中国他们有些留学生去了美国，比如说康有为啊、梁启超啊这些人，回来之后就觉得大变特变，因为别人这么先进了，我们再不变是来不及的。对不对啊？这个一改起来，改到什么？改到辛亥革命，改到袁世凯川政啊，这就是因为一个小小火花所引起来的。而除了奈及利亚之外，它也包含了是什么呢？也包含就对非洲啊援助了45亿，那也要培训了7000个军警。所以说啊，这个其实45亿是台币啦，那实际上是10亿人民币啊，台币45亿，它是一个无偿的军援，帮助非洲国家培训6000名的军队人才，还有1000名的什么警务执法人员。为什么要去做呢？因为你在那个地方投资啊，你一定要有人去保护你啊，不然的话，你那边的军政啊都是跟地方势力勾结的。那么去那边投资，去那边做生意，或去那边发展，你可能一下就被他端掉了啊。所以这中国去援助非洲啊，最主要问题是保护自己的安全，它不是为了非洲的安全，好吧？非洲安不安全是他们自己说了算，但是你投资这个就是由中国他们自己去的时候会比较安全一点，好，这个是一个相关的一些问题。而现在状况之下，包含了蒙古，现在之前我们知道，它跟美国跟中国之间还有跟俄罗斯之间它处于一个摇摆地位啊。比如说，它把它自己的铀矿大量的去卖给美国啊，还或者是说，它要想办法去撤走那个俄罗斯要输天然气给那个中国。结果现在就变成是什么呢？变成是说，在1月11号的时候，蒙古国首都应该是乌兰巴托吧？乌兰巴托那边爆发了示威，所以说中国就直接划禁区让你没办法过去。那当然，拜登的政府之前在那边也有做他们的那个 CIA， 希望能够去做一些运作。但是呢，这个状况呢，这只是让蒙古自己混乱而已因为蒙古它是被夹在里面的一个内陆国，上面要看俄罗斯的脸色，下面要看中国的表情，所以他其实怎么做都是不容易。他想要去怎么挣扎，他其实能够出的价也是有限的，因为你毕竟是被这两个国家去压制住的状况，你想要变很难。那你这样子首都爆发了示威，那也只是说怎么样让你的领导变成了一个很摇摆的状况当你摇摆的状况之下，卖国贼就多了，就是很多人就希望从这个混乱里面找到一些利益。那么你对美国输出的稀土量也可能会变多。那么当然你也有可能怎么样，把它俄罗斯过境印度的这些管线的利益也会让出去。所以混乱这对于自己以外的人都是有好处的。好吧，这个是一定很好处的。所以说人怎么样，人不要内耗。当你自己内耗的时候那你自己就绝对得不到好处的，你都是身边的人想尽办法占你的便宜，这是很正常，这算是一个物竞天择的吧。所以人内耗不要内耗，原因是什么呢？你不要一直陷在自己情绪里面，有什么事情多去公园散散步多散散步，跟自己和解，不要因为别人的事情让自己感到愤怒，不内耗，你就可以做出更好的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记住老师讲的，不要因为别人的事情让你自己感到愤怒。比如说，有些人为了可能为了现在的执政党不满，有些人对民众党不满，有些人对国民党不满，那你不是很奇怪吗？他们的事情干你屁事，你愤怒个毛啊！你正好跟人家吵架，那不是内耗是什么呢？对不对？你说这坚持我们坚持大义个毛啊，对不对？那个贪的钱又不会给你，这删的钱也不会给你，都不会给你，你在这边气什么？气噗噗的有什么用？没有用的。所以说不要内耗，也不要因为别人的事情让自己愤怒，这是极其愚蠢的状态，好吗？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状况之下，那当然我们回过头来看了回过头来看，就是说现在中国它现在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中国它自己本身很有意思，就是说中国现在研发出来了，我记得应该是13奈米的 EUV 13奈米的 EUV， 这个人家说13奈米已经是不是一个很尖端的科技了？你13奈米的 EUV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吗？因为中国过去是 DUV 了它现在的 EUV 代表说我有能力做出那个艾斯摩他们或是其他的或者美国企业它所能够做出来的 EUV 的曝光机的一个技术壁垒，等于说中国已经突破这个壁垒。那么它如果能够突破了 13.5 奈米的极紫外光线这个光刻机，那么它现在做出 13.5， 那么未来做出10，未来做出8，未来做出7到6543，它其实概率都很高。所以基本上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变成是你很难去阻挡它
这个事情已经可以看到。所以说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啊，中国现在的所有的科技啊，它的进步速度啊，从月球背面回来之后啊，它进步是非常神速的。那像美国的科技神速发展也是从月球表面回来过，所以是说啊，月球到底藏什么秘密啊？我们真的是必须要去了解一下。而中国现在啊，它最有意思，刚才讲到的中东话题之外啊，我们现在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样的？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啊，现在基本上有机会开始停战啊，你要说和解是不可能的啊，这是世仇，永远不可能和解，和解是不可能的，什么事都可以，就是不可以给你和解。那为什么他们现在会谈是说我们可以开始进行了这个停火的状态呢？这里面就有意思在，然后各位可能在中国的朋友比较能够清楚这一点，但是中国以外的可能不太清楚是什么呢？因为中国啊跟巴勒斯坦啊有产生了一个合作条约，什么合作什么东西呢？绝对合作的不是军事，绝对不干军事合作，这是中国对外的一个底线。他帮巴勒斯坦的边境开始修铁路，修什么铁路？修3公里的铁路，修3公里的铁路要多久呢？1年。所以中国修铁路3公里要1年，不觉得很夸张吗？当然夸张。但是呢，毕竟是重大建设嘛，说他们严谨以对，所以是说呢，他们派了什么呢？那因为该地方处于治安比较不稳定的地方，所以是说呢，他们派了部队到现场去处理那个3公里铁路的问题。3公里啊，你要修1年啊，你一天可能修100公尺，修100公尺嘛。修100公尺吧，你一天可以修100公尺的铁路，100公尺是多远？就一段半的铁轨，大概就是有了吧？你中国那么多部队过去，然后你只修一段半的铁轨，这合理吗？当然不合理。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说，中国在那个地方已经画了巨直线。我在边境，我他妈在开始修铁路。如果你以色列的一些碎片或是子弹不小心打到我中国的部队，那么我就师出有名了。这个以色列打谁都是不带怕的啊，他打谁都不带怕的，毕竟美国是他儿子嘛，对不对？他不带怕的。但是你打到中国，那就是2回事了啊，这是2回事了。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那个包含了中东地区啊，除了巴勒斯坦之外，还有其他国，还有那个，据说在阿联酋那边啊，也要让中国去做一些基建。这做基建呢也是很简单，一定要派维和部队去，因为当地的治安不是很好。所以说中国的军事实力啊，其实开始慢慢渗透在中东国家去。说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就开始有停火的商议空间。因为一旦不小心你把中国卷进来，那就是世界大战的问题了。那这个是以色列不能承受之重。而中国在这个边境修了3公里铁路，代表是说你巴勒斯坦你要全部被以色列吃掉，你是办不到的，你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一定得越过中国的部队，你才有办法去吃掉所有巴勒斯坦。那这个事情恐怕也达不成了，所以这跟我们之前的预测有没有一点类似呢？就是1月的时候啊，他会打一个象征性的决战，但是他会往和谈的方向去迈进。虽然应该是下个月我们才去讲的了，但是回顾的应验程度，但现在来看，我们大概是有这个可能性。而乌克兰也是一样，乌克兰他在攻击了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他去攻击了俄罗斯之后，俄罗斯也誓言要去报复，所以说呢，他也开始用那个极大的炮仗啊，去轰炸了整个乌克兰。所以乌克兰在现在被打的是比较严重的状况之下，但是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当乌克兰被俄罗斯强力的回击，而乌克兰他也拿到了所谓的一些 F-22的飞机，但是他却没有再去获得其他欧洲，包含波兰或是包含其他国家赶快的声援他，是说我们一定要去挺乌克兰，赶快给他一些帮助，避免俄罗斯进一步的扩张。为什么没有？各位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现在在基辅或者乌克兰各地所受到的攻击是比之前还要来得更加严重，但是我们发现北约跟欧盟非常的沉默。为什么要沉默？只有说我们会挺他，我们一定不遗余力的挺他。讲完之后也就没事了啊，也就我讲完了嘛，该讲完了我讲完了，说后面的事情也不关我的事了。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就很简单，因为欧洲他已经知道美国换了领导人，而这场战争已经优胜劣败，这个胜负已经非常明显。俄罗斯是赢麻了，他就赢到麻掉了。不但俄罗斯赢到麻掉，北韩也赢到麻掉，因为他这个12000个人，哪怕回去200个人活着，北韩都赢到麻掉了，因为他是有实战经验的啊，他有实战经验，回到了北韩，他就给训练出2万个以上的一些新的新兵出来，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说俄罗斯赢麻了，北韩也赢麻了，现在只看我打到哪里算是个头。
说他怎么打他都赢。红军村人家说还在一些鏖战，鏖战也没有用，因为他已经是赢的，注定是赢的，你只是什么时候赢而已。现在天气又冷，而且你的那个乌克兰的天然气也把它关了，那么你到欧洲怎么活？你再挺他也没差。那你则让自己处境更加的困难，也包含欧洲，那德国、法国现在的政治的真空程度又变得非常高，然后美国又要提高对欧洲的关税，对欧洲来讲，现在当务之急是怎么样可以顺利的活到夏天，而不会让他自己的经济产生了崩溃，这是对欧洲现在的当务之急，因为天很冷，能源很贵。就是他们之前已经有做了 LNG 的储存槽，但是它也不是可以说我做好储存槽之后，我半年用的能源百姓都不用涨价，也不是啊，因为现在 LNG 你必须从美国去跟它采购，那价格就是贵贵的啊，高高的啊，那怎么办呢？你也得买。你得买，不然人家怎么去过呢？所以说德国现在开始出现反省之声，当时去拒绝核电或者把关闭核电是一个极其愚蠢的策略。结果已经摆在这里，说未来核电又会开始死灰复燃，那又开始重新变成一个最干净的能源的选项之一。那么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当然也会不只是用水力发电，不只是太阳能发电甚至把沙面变成绿洲，它还要进行更多的核能发电。未来的能源未来整个能源的变化就变成谁有能源，谁就不怕跟你斗争。吃的东西大家可以买得到，但是能源这个东西就变成你国内百姓生存的依据。这个能源的问题其实在二战之后很少人去想到有一天地球会缺乏能源，应该是越开采能源越多，对不对？那怎么会变成没有呢？是不是？那现在就是因为这个战争就变成这个状况，所以说乌克兰这个地方，任何人现在都没有心力去管到乌克兰的领土。现在我只能看到泽伦斯基他只有一个选择，应该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被暗杀，第二个就是你赶快跑。你跑了，等于是说这个国家你就拱手相让了，那么俄罗斯就赢了。俄罗斯赢了，那就看他要吃掉整个乌克兰，或是半个乌克兰，或是他退到一个地方去重新划定国界，把他要的战利品都拿走。这就是另外一个方法。可能联合国可能变成托管给俄罗斯暂时由你去管理。那但是这个土地还是乌克兰的啦，记录在案嘛，还是乌克兰的，是由你去代管。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比如说日本。日本是被占领国，日本有没有在管理自己？有，但是美国可不可以管它？可以，因为它有美日共同防御条约，很多事情都这样。韩国也是一样。所以说，在这个这样动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它的经济已经变成比较大的不好。说乌克兰经济、德国的经济，或者是法国的经济，这整个欧洲的经济都会往下去运作。那么韩国也是一样，韩国总统尹锡悦已经被逮捕了。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你这个混乱的经济，你要再取得一个最大的共识决，选出一个新的总统。那新的总统，你又必须在特朗普老先生跟习近平之间，你要取得平衡，而且还有俄罗斯在北边去遥遥的相望，那么韩国的处境会变得非常差。那所以说，我们看到日韩之间它的经济要起来，几乎是看不到任何曙光。我在这边讲的是比较，我个人的看法比较是一个个人的看法。以整个世界局势还有未来的国家时运来看，日本、韩国几乎看不到整个经济发展回到巅峰的曙光它只能减缓衰落的速度，但是你要再攀升，基本上是无望的。你比如说熊本有半导体韩国有那个三星就一定可以维持吗？没有办法维持的。这个产业，中国只要他拿到手上，你就只有睡大街的份，因为中国就让这个产品烂大街，他都让产品烂大街了，你能不睡大街吗？贵东老师的意思嘛？所以说整个世界还会变成一个另外一些你必须要去理解的事情，好吗？好，那等一下我们谈谈加州的大火加州大火这个事情是比较有意思的，好吗？大家晚上好股市走势如何可以预估一下嘛？股市那么多，我哪办法？每个月都有那个股市预测了你看我们流月周报里面，流月的月报里面都有，好吗？好，感谢建感谢建赞助，谢谢感谢大家赞助有人捧人场，有钱捧钱场，感谢大家。美国很多还跟中国大陆取消合作，那个是在2018年就已经开始了用1年的铜葫芦在外面晒7天之后，晚上还拿回来了吗？你在外面那个铜葫芦，在老师在去年有跟各位讲那个铜葫芦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所以你在外面风吹日晒雨淋7天之后，晚上不用拿进来满7天之后你就可以收回来，继续当做新的去使用了这是可以的，好吗？老师说大概在北中南区域呢，大概是日本、韩国还有中国的东北，都是靠一个东半边吧，我猜是这个地方的，好吗？这个地方是比较多的这个状况是比较会有的，好吗？
我猜啦，那个很难去讲，因为那个乌云的形状太诡异了，我实在是很难去分析出来，因为它太远了。你知道这个星象的乌云，这个距离跟空间呢、啊，它是很难去锁定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地球这么小，对不对？地球小不隆咚的，跟芝麻一样。乌云在台湾吗？台湾受到影响的概率是有的哈，是有的。以巴中国题代表巴勒斯坦赢了，应该说话的时候就要全下，这讲话是对的哈，这事实上是这样。灾难起始点和地区啊，刚才讲过了嘛，好，大概在亚洲其实是比较难避免的啦，亚洲比较难避免，大概年中吧，对不对？那个6、7、8、9都有可能，好吧？6、7、8、9都有可能，这个事实哈。很多预言家分析25年的7月日有大灾难，会是真的吗？那没有一定啦，好，那个没有一定啦，但是就是在那个区域会有乌云去笼盖，但是我觉得天灾或人祸都有可能吧，你这个很难说因为这个台湾对不对？不是台湾了，这个地球太小了，那其他的星系这么大。对不对？随便一颗星系，一个星球，不要说星系，一个星球比台湾比那个地球大几十倍都有。所以说呢，你说要集中在那个地方，就像老师用眼睛去看那个几纳米大小一样啊，那个是有点困难的地方了，好不好？那只能说，有些通灵者或预言家他们说这个时候那就那个时候吧，好不好？这个我不能跟他们相提并论，他们比较厉害，我就是一个算命的，好不好？他们比较厉害，他们可以通灵，对不对？天可以感应到，我不行，好不好？我有什么我讲什么了，好吗？好，最后啊，我们跟各位谈一下那个加州大火。加州大火这个事情啊，这个很多人就觉得是说，这个事情啊，实在是是一个天灾，也是一个人祸。当然这是，但是很多人说，这个加州大火啊，保险公司是不是就会被赔到倒？各位，其实加州大火这件事情啊，你不要把它看得太善良了，好不好？你不要把它看得太善良了。加州大火它灭不了，当然是有原因的，那是因为它那个气候干燥，加上呢也有风去助长，所以它吹到哪里，那房子都是木造的，所以说呢它就会烧到哪里这很正常。但是各位要去知道一件事，这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元神的火神上线的原因不是这个原因，而是说加州它不是只有一次。第一次去遇到这样子的一些火灾风灾延加火灾，它不是第一次是面对这个问题。当然，这一次是比较严重，是真的风比较大那当然会产生这个事情，而且时间也是比较后面的，所以很多人调在一起，它就变成它的火很大，很难灭。但是各位要去知道，加州它这个地方大面积的去烧掉之后，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各位你要去想一个比较邪恶的想法，它烧完之后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它留下来的东西很简单，就是地。房子烧没了嘛，你就只有地。那你既然只剩下地，那好，你房子有没有保险？有，很多都有保险，对不对？后面的它保险到期就不给你保了，烧掉就烧掉就没了。你贷款还是得还，贷款不知道要不要还了，你烧掉可能不用还吧，我也不知道。但是问题是在哪里呢？保险公司给你的钱不见得全额给你这现在有些产生一些拒赔的一些争议在。重点是他不见得全赔给你，全赔了你也不一定能够盖得起那个房，而且你的损失可能高过于保险公司理赔给你的结果，这是正常的。因为保险它的核心原则是灾难填补的这填补而已，不是给你全部覆盖。你人身保险你可以全面覆盖，但是你产物保险主要是损失的填补这个是绝对的，它不可能是赔你超过你损失的部分比如说你这个房子1000万吧。他赔你个600、700万这是极限的，因为它是灾难填补，它不是全部把你扛过去，那能填个600、700万也不错的啦。那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既然没有办法去承受你灾后的重建，那么你可能还有贷款要去还，那么你只能把这一块地怎么样卖掉？问题是你这个东西你只剩下地，你没有房子，那你卖的价格高不高？因为你没有房子，你还是要缴税对不对？你还是要土地税你可能没有房屋税吧？这个灾难我不知道加州怎么去看的，但是问题是你还是要缴税对不对？那么请问一下，在这个状况之下，上面没有建物，就一片荒地，你要把它卖给谁？你可以让你去还你现在，或是解决你现在经济的问题，你就只能卖给地产商，用相对低的价格去卖给这些地产商。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发现？好像我们在哪里看过这件事情，地方上产生了无法灭的大火，而且刚刚好火灾的时候都没水水库刚好泄洪，然后刚好那个水公司也没水
怎么这么刚好没水？然后呢，也没有预算啊，也没有消防人员，然后我们就放任它直接烧煤，没有了，你再把土地卖给别人，不就好了吗？大家一拍两散，你净身出户，我取得你的家财。夏威夷大火，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历史总是相似的存在。夏威夷的大火是不是就如同你这一次的加州大火？那就可以把它怎么样，整个把它去处理掉。所以说这一次可以说是加州的经济洗牌。怎么？你原来的这些好的这些地、好的这些房屋都没价值的，你可以低价的卖出去，一定会有人承接。那加上你房子烧没了，这些所谓的这些非法移民，你也得滚蛋了。不但驱逐了你原来的地主，而且你还让非法移民也得滚蛋，因为烧没了，我所需要的一些吃喝玩乐也少了。你想刷盘子，你没盘子给你刷了，餐厅都烧没了，是不是？所以说就变成什么？你驱除移民，又可以回收经济，资本的力量，这时候就可以展现，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我乱说的，好吧？反正这个国家，人家特朗普也不会找我麻烦，好吧？所以各位去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你可以产生这些火灾，而且刚刚好没水，刚好把水放掉，又没人去救的时候，就有意思在这个地方了。各位懂老师意思吗？好，你说能不能去？有没有办法通过国家力量去救？我们看到，即使拜登去了，也没办法去救灾，没办法改善救灾的状态，是真的都没有，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所以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好吗？被弹开了，不要换国家工作，好不好？那最后一个，我们花5分钟的时间了，老师跟各位讲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啊，这个就呼应到老师之前所讲的，今天讲的主题。在中国，我们发现它有公布一个新的年度 GDP 报告，是什么呢？中国现在有一个它的 GDP 产值高达14兆的大省产生，官方公布还有14兆，也就是14万亿人民币的 GDP。这个省是什么呢？这个省当然不出意料的，一定是广东省，因为上海不是省，北京也不是省，所以说你是很有钱啊，14兆人民币的大省 GDP 的，那么说到省，它一定就是广东。广东人很会做生意，很会做事情。那么这个14兆的 GDP， 它的这个金额已经超过了什么呢？这个省广东省已经超过了俄罗斯、澳洲、澳大利亚。它的整个的省力已经超过别人的国力，这是中国的一个省，其他的无论是江苏，无论是其他的省份都比它弱，不要紧。但是第一名这么强，其他人只有它的一半，那也够惊人的。中国20几个省，光这个省就这么大的实力，那么你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不是就应该去放心去让他看哦？它现在低谷期过就会好。而这个广东省它有产业别的差别啊，比如是说它的第一产业它是最主要的。广东省这个产业第一个产业是农业生产稳定，它的春收粮食产量有71万吨增长1.4%，所以说它的农产品也是很大 GDP。但是它第二个 GDP 是什么呢？第二个 GDP 就是它的工业，它工业规模增加了3兆人民币，也同比增长 4.7%， 不是只有3兆，而是它增长了3兆人民币。还有包含它的采矿业也增加，制造业也增加，也包含电力热力、燃气，还有他们的水产供应也增加了4.7%到7.7%不等。还有包含它的先进制造业、高级制造技术业，也都是增加6到11%，是非常高的。而在2023年这个 GDP 广东它有13.5兆，而美国加州呢是多少呢？第二名美国加州它是3.8兆美元，那韩国是1.7兆美元，日本是4.2兆美元。那英格兰地区是2.3兆，那中国江苏省呢就是12.8兆人民币这人民币跟美元是有差，你要在那个除以7等于是说加州还有其他国家的力量有没有比广东还来的强？有，但是加州被烧掉了，所以说这个状况就会变得耐人寻味。说广东省它变成一个省可以超过到一个国家的能力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就会变成可以期待的地方。而还是一句话，中国的房地产可不可以投资？我是觉得你只要做到刚需就可以了。刚需是什么？我自己买来，然后我用最低的贷款杠杆，
然后呢我就去住啊，住了我就生活就好了。各位，你要以房致富啊，你现在任何国家都不是时候，因为世界各国会因为 AI 的发展，人口都会下滑。你不要说那个非洲国家哈，AI 能够进入到的国家，你的人口一定是往下滑的，因为你不需要这么多人来维持你的家族的运作。过去你一个夫妻生8胎那是很正常，因为大家都想我多生孩子，我就不用请什么佃农，我就自己赚自己生自己赚，那可以的，多一双筷子的事情，对不对？天知道，干养孩子比请佃农还要来得贵，是不是？所以是说，当我现在我的生活有 AI 去照顾的时候，那么事情就变成两样，也包含的是说，我们看到很多人说妙瓦底或其他地方发生战争，中国也会有兵力消耗。会，但是如果人家派出去是机械狗，是无人机，它的士兵损耗的状况是不是又会降低？所以当你战争形态改变了，你的经济形态改变，你的生活形态有很多都改变了，包含现在老师也看到，老师本来想买的，后来发现我不适合，没有地方给它跑，就什么呢？就中国也有一些可以装了 GPT 的狗。电子狗可以陪在你身边，你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哦。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也包含的是说，现在那个上海机器人展啊，他们也变成有人形的机器人。说这些机器人、这些人 AI 变多的时候，你的人口一定会平稳的下滑。那么你的房子有再多，都会变成越来越没有价值。你缴完了房贷，你的房价只是最多等于你的房贷的可能只有7成到8成，你会亏本。为什么？因为人没有人去住，你会想买房子，你尽量都买新房。比如说什么日本有很多的房子是免费送给你的，但是它的税金跟它的修缮成本高过于是说什么？高过于是我免费取得这个房子，那我不如买新的。一样的意思，日本跟韩国都会发生这种房子我们免费送给你，地方政府我们免费送给你，因为老人他走了之后，这产变成无主之产。我送给你房子，送给你大别墅，送给你庭院，送给你土地，你还不要。因为你维护成本高过于你的取得成本，那么我买新的就可以了。那么你既然知道买新的就可以了，那么你现在房子到20年之后都变旧了，你现在入手的二手房到后面就变成危楼，那你告诉我，你的房子还有什么价值？你改建都不划算，你也没有人去住，改建都不划算，有没有这个状况？台湾都有了啦，啊，中国大陆也到处都是。这就是你人口下滑之后，你的不动产不会是你资产。有土私有财，那会变成上个世纪以前的这些的想法。未来绝对不是有土私有财，而是有财者私有财。什么财？哦，你有才能的人，你才能够赚到这些财，不然很多事情都是 AI 可以做出来的。比如说，老师本科是学法律的，我很确定告诉各位，不要说太久，10年左右的时间，律师越来越没收入了。为什么？因为我法律上我用靠 AI， 我可以取得很多的资源。这个时候是变得很现实的状况，好吗？其他问题大概都是一些中国发生开采一些锂矿一些小事情，我们今天就跳过了啊。我们今天大概直播到主题到这边，好吗？老师快乐的老乡生老师今年小镇都震了，震好几次了。博物馆原来浙江地区南方很多一村开的哈，这个应该是吧？这个不知道，这个人看好吗？扫地机器人我家就有4台了，每一层都有1台。扫地机器人、洗碗机跟洗脱烘的那个洗衣机那是最重要的，好吗？所以各位要去知道，这 AI 时代是我们已经迎接来的未来我们会因为 AI 产生了很大人工的变化。说推背图第43项、第44项来去温习一下，已经告诉你未来一定是 AI 管理的。这个虽然是2019年的老影片，但是还是告诉你 AI 必然统治人类，至少整个亚洲地区必然是有 AI 主导了整个发展，而且有 AI 主导的地方，你才能够真正的去体验到什么叫做政通人和。为什么？因为无私的 AI 它没有办法自肥，它贪什么？贪电力吗？贪多点电给它自己当电池用吗？没有用。当为政者无私，那么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怎么样无私？不会到圣人出一个圣人去让你无私。这个圣人，老师跟各位讲，那个圣人必然是 AI， 因为 AI 才能够当圣人，他没有无欲无求，那么他才会是圣人，好吧？这很重要的。好，最后提醒最后提醒我们的那个点灯法会还有我们的流年批算但明天就会截止了，明天大概中午吧，好不好？明天中午就会截止了，截止了我们就明年再相会，好吗？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次见。
这一周会更新很多短视频啊，各位可以多刷一下，好吗？老师要开始努力恢复拍短视频，再不拍就真的被大家嫌弃了，好吧？大家晚安，陈老师，我们下次见。